所以呢，这个捷径其实是可以让你直接从 YouTube 里面开启。OK， 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苹果爹。那我们今天就来很快的讲一个有观众一直问我叫我分享的东西。OK， 这个就是 YouTube 怎么在你的 iPhone 上面用子母画面去观看。那这个其实在iOS 14刚推出来的时候，这个是一个新功能。那其实很多影片的 App 都可以让你这样做，可是 YouTube 当然很快的就不让你这样做。那你变成要买 YouTube Premium 的版本。其实事后有很多方法啊，就比如说你要在网页里面打开啊，可是就有点像是猫抓老鼠的这个游戏。我们每次找到一个新方法，然后他们就会想方法把它封锁起来，因为当然他们希望你付 Premium 这个月费啦，可是就是自然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方法，因为这个毕竟是 iOS 14里面本来就内建该有的功能。这边有2个步骤你需要做，首先你要去下载一个软体。叫做 Scriptable， 我会放连结在下面。那这个软体你先下载完之后，你就什么事都不用做，你就下载完就好。OK， 那第2个步骤就是要下载一个捷径，那就在这个画面里面，我也会放连结在下面。OK。然后这边就问你是不是要加入捷径，这个捷径的名字你可以自己去改，或如果你觉得英文看不懂，那你可能就说你要子母画面或者什么。基本上这个方式它会让你在执行这个捷径的时候，跑到就是我刚刚跟你说下载那个 App， 从那个 App 里面去开启，所以这个看起来我觉得相对来讲还算是安全吧。可是这边苹果这边有讲了，苹果无法审查捷径资料库以外的捷径，受不信任来源执行捷径可能会对你的个人资料造成风险。这个看起来我自己看起来我是觉得还 OK。那如果你真的有担心的话，可能就不要用 ，OK？ 好，那你就选择加入不受信任的捷径。好，那你加入完之后呢，它基本上就加入到你的捷径里面。那这要怎么用呢？2个方法，你可以从你的 Safari 里面去开启 YouTube。可是我知道很多人用 YouTube 都是习惯用自己 YouTube 的 App 啊，不管你的个人资料啊，或是你的账号是从那边登入的，很多你订阅的内容都是在里面。那你也比较习惯那个界面，所以呢，这个捷径其实是可以让你直接从 YouTube 里面开启。OK， 那比如说你现在点开一支 YouTube 的影片，然后你看这边下面有一个分享的功能。这边你选过去到显示更多的内容，然后呢选下去，你会看到你刚刚加入的那个捷径已经在这边。那这边我就叫做 YouTube PIP。那所以你点开这个，那这边它会做的动作，它就是会跳到刚刚下载的这个 App 里面，然后去开启这个子母画面，所以它会自动帮你截出子母画面出来。那在这个画面里面，你可以选择就是它要以什么样的速率播放，因为我知道有人其实是习惯用比较快的速率啊，像你们觉得我讲话太快，你们想要更快，那你们就会选择 1.5 倍。那我是习惯用一般的速率来看。那你可以选择就是说 360p 或 720p， 在这个画面上面有一个 close， 这个你就不要去动它，不要关掉，你就直接把你的画面向上滑。这个子母画面就会存在到你的视窗里。那这个时候你要回讯息啊，或者做任何其他事情，这个画面都会存在，蛮方便。那你也可以用双手去调整它的大小啊，这些等等。所以它基本上算是蛮简单直觉去应用了。如果你真的有想要用的话，其实也是蛮方便的。如果有人说他想要全画面看的话怎么办呢？我觉得全画面你就直接去 YouTube 的 App 里面用了 ，OK 啊。可是如果有人有这个要求的话，你就点上面这个，然后让它切回原来的视窗。然后再到这边按一下，然后再按全画面，这样就可以到全画面。OK， 那其实像这个 App 跟这个捷径的方式已经存在蛮久了，其实我发现很多人还不知道，然后也一直会有观众来跟我讲这个东西。那我们今天就特别感谢这个观众，他叫做 CAT0。那他在 Instagram 跟我讲，谢谢你。那基本上他是说不用特别注明他，可是如果我要注明的话也 OK， 那我就注明你了。OK， 大致上就是分享一下这个简短的功能，然后看如果有这样需求的人可以使用。那我个人的话，我觉得是真的还蛮容易分心的。有时候我可能在打字啊或什么的时候，有这东西挡在上面是方便，可是真的会让我分心的。可是也是就看你自己怎么抉择咯。OK， 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咯，拜。